我用天上的星星打了一把龙泉宝剑。这个就是陨石吗？对的，这个就是非常珍贵的星星。小说中的倚天剑、屠龙刀就是由天外玄天所铸。原来星星铸剑不是传说，亿万年前的陨石坑就是他们来过的痕迹。这就是陨石岩切的？对的。上面这些高度有序的晶体结构是魏德曼纹，它是陨石在宇宙中经过上亿年才能缓慢形成的。带有这种结构的陨铁不但拥有极强的稳定性，似乎还蕴含着某种神秘的宇宙能量。陨铁中有许多微小的孔隙，需要通过锻打让它更加结实。老师说，一把刚柔并济的绝世宝剑，光有陨石的加持还不行，还得锻钢。我来准备一些锻剑的木炭，火候不够，铁打不开；火候过了，就会烧成废铁。木炭也就需要特殊的处理，筛过的木炭均匀裹上泥浆，这可以让温度更稳定，也会更加耐烧。有节奏你就不会累。龙泉的铁银砂辅以独有的炒钢法，炼出来的金属称为毛铁草钢。当毛铁达到1200度时，就可以开始热锻了。跟陨铁锻造时用小铁锤小心翼翼的捶打不同，这一步没有技巧，全是力气。虽然我有打鸣的基础，但是这个8斤的大锤，我抡了不到10分钟，就气喘吁吁了。老师说，他们一抡就是一整天。胳膊那么粗，要不你来抡大锤，我来抡小锤。那是不行，大锤出的是力气。继续，小锤才是手，要技术的，这个只有老师傅才能。话虽这么说，但是我觉得还是要10分小时。没事没事，麻了，不然稍有不慎，断的除了是手，还有师徒关系。毛铁虽然含碳量很高，但是杂质极多，需要通过反复折叠锻打去除，不但会让铁的强度更高，还会让最后剑的表面呈现出自然的钢花，形如山峦叠嶂，形如流水之波。毛铁经过不间断的叠打，直到氧化层和杂质完全剔除，重量不减后才算完成。这个过程但以数量计的话，又何止千万锤？古人说的百炼成钢便是如此。古法铸剑往往3年学徒，5年半足，以致龙泉剑的百炼钢复合锻造技术曾于清末失传。古法锻剑口传心授的体系中断，直到90年代。铸剑师周振武历时16年，才重新光复第一把传统龙泉剑。老师，这是什么？这是空气锤，以前就是拿来代替土地用的。就是它可以对，打这个。你刚才使的就是它的活。把锻好的钢坯与陨铁切成薄片，按照3:1的比例排列在铁盒中。现在就可以开始锻造我的龙泉剑了。当传统铸剑技艺在磨难中散落，现代机器又重新将其汇聚，龙泉剑的魂魄化作无化基因，在钢筋水泥的都市中悄然苏醒。
剑作为百兵之首，正因为最初青铜之粹，这身兵器只适合于刺杀而不易劈砍，剑变成了最初的杀伐之器。而后世随着欧冶子对锻造技艺的改进，让兵器兼具了锋锐与柔韧，剑变成了士兵中的制式武器。看我以身进剑！经过热锻捶打、冷锻塑形后的剑，还只不过是一块剑形状的铁而已。龙泉剑的锋芒将在水火相济的哲思中显现。直到后世，大汉的礼官将剑驯化为权力的语法，剑退出沙场，变成了皇族手中的礼器，成为权力与地位的象征。时至唐宋，文人将剑气淬入水墨，溅起了一片豪情。文人墨客亦佩剑，醉里挑灯看剑，梦回吹角连营。剑不再是兵器，而是报国效死的决心。也曾有人以剑鞘为正指，清风作笔锋，剑械划破了纸页，跃出一片江湖。不知何时起，剑变成了侠客的徽章。不为强权，只为心中大义赴死的侠客真的存在过。剑是侠客心中的义气。或许侠客们早已悟到了剑的最高境界，利器最好的宿命从不在于要斩断什么，而是任绿铜红袖爬上曾经饮血的锋刃，在烟火文明中锈蚀成诗。利器沉默，如君子藏器，佩剑在身，藏以于胸。